挖松树要去土团，选择在土比较干的时候最好。挖的时候先把底部的主根断掉，再挖松树的四周。遇到土比较松散的时候，要对四周进行固定。这是一颗熟桩，在地里种养了几年。生桩挖出来之后，把它种在粗沙中，保持盆土偏干，有利于生根。像这种熟桩，去掉大部分土，直接上盆。松树用浅盆种养，能更好地突出松树的表现力，也有利于它的生长。松树的蒸发量是比较小的，浅盆种养更有利于浇水中的渐干渐湿管理。生长过程中最需要的是透气性好，这是松树的最主要特征。像这种熟桩，上盆前要对根进行修剪。修根是一个人为化的促进根系新陈代谢的过程。种完松树和其他盆里的朋友，往往有一个误区，把翻盆单纯理解为翻土，甚至是增加盆土中的肥效性，而忽视对盆里的修根。土是一种储存全地能量的介质，植物所需的肥水是根据根系吸收的能力和生长状况进行补充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根的吸收能力是很关键的。像这些老根，它的吸收能力是很弱的，主要是靠这些侧根。放上新的介质，剪掉这些老根，促进新根萌发，松树或其他盆景才能增加它的吸收能力。盆景翻土必须修根，这是松树和所有盆景真正翻盆的目的，也是盆景翻盆后能恢复生机的实质所在。松树翻盆除了修根翻土，还必须保留复形土，因复形土中有与根系共生的伴生菌，这种伴生菌不可移植，是每棵松树本身所具有的。离开了伴生菌，松树就很难存活，因此对松树的根系不能采用杀菌和消毒。松树种养应用树土存活率高，我用的是赤玉土。在上盆过程中，盆中的土要中间高，四周低。修根的过程要尽量的把中间的根剪短，保留四周的侧根。这样把松树放在盆中，底部不会留空。四周填上植料，把它捣实，整个根系就能与植料充分的接触。这种修根的方法有利于根系的生长和根盘的成型。填好植料，把外露的根调整好，须根压实，分布均匀。养根比养枝干更耗费时间，但盆景往往与根盘确定它的成败，尤其是松树。根调整好，要将树与盆固定，种好后的树不摇动，萌发出来的新根不会受到伤害，这是盆景翻盆后成活的关键。这个松树是60块钱买来的商品桩，主干的上半部分裁掉了，这些枝干是经过几年重新蓄养的。松在什么时候开始制作？首先要对松树的枝干进行定位，确定好将来上盆后它的表现，把枝干蓄养到位。其次是逼芽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松树有一个好的骨架，必须有丰满的树枝作为陪衬。对松树逼芽，就是实现枝叶丰满的手段。车子多在造型中才会有更多的选择余地，制作时才会得心应手。这个桩有一个人工机械碗，这是它最遗憾的地方。把这个杆的卷折角度再进一步调小，以弥补这个桩的缺陷。等这个桩生长完成之后，再把这个机械碗进行加工。上端的顶暂时保留，以后根据树桩成型的情况再确定它的去留。对它进行整形，调整它的树势，但对松树特性不是很熟悉的，暂时不要进行，以免操作中产生失误，
影响它的生活。整体调整好，再对它进行修剪。简洁的松树盆景表现力主要在它的动感及枝盘的丰满程度上。松树在培养过程中会生长出一些重复枝，不要急于把它剪掉。松树的枝失去不可复得，要给盆景造型留下更多的选择余地。对这些侧枝留2到3个芽头就可以。像这种生长比较旺盛的枝，要把它剪掉。重新发出来的枝就会与这些弱势枝条生长保持同步。生长过密的枝要对它进行疏剪，要考虑闭芽后枝的分布。同时，在这个时候修剪也可以起到休耕之后平衡树势的作用。这一点松树与杂木不同，松树的成活生长过程，根干之间的生长平衡是非常重要的。剪根必须修枝，才能维持它的供需平衡。松树放盆一般在休蜜期进行，这些老针会在生长期自然脱落。现在把它们剪掉，也是休耕上盆后恢复树势平衡的一步。松树是比较好养的树种，对松树种养不好，一般是对松树特性还不够了解。最突出的是在浇水施肥上产生的误区。在种养初期，担心松树生长不好，保持盆土长期在过湿的状态，新根生长出来得不到喘息机会，会停止生长或者产生烂根，这种浇水过量产生的负循环，严重时会造成整个松树的枯萎。所谓干松失败的浇水管理，就是指松树出养成活的阶段。盆土偏干，在蒸发量不减的情况下，会刺激它的根系生长，以维持它的生长平衡。这一点是松树和其他盆景在成活过程中的一种自我调节功能。养好盆景必须遵循它。好的，关于松树种养，今天就讲到这里。我是三九农茶，感谢您的关注，下期见。